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李先生41岁，来自云南，自由职业；女嘉宾小莲27岁，同样来自云南，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好，欢迎两位哈。小片我看了，我问一下啊，我没算错的话，结婚6年之后离的婚，对吧？你这个讲述是这样的。离婚应该是你提出来的，是吧？对。离婚的理由，小片里面说过，是因为你觉得他跟他的前妻纠葛不清，是不是这意思？是的。好，你们在这6年的婚姻里，你们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女孩。多大了？现在6岁。孩子现在跟谁？跟着我。你在第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男孩。你前妻说她跟你离婚的理由是因为你跟你的第一任妻子藕断丝连，是还是不是？不是。那你的眼中你们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他要跟我离婚。在这段婚姻中间，其实我惋惜过很多东西。我也在很多朋友跟前下过跪，说是我跟前妻联系的话，你说频繁的话，这我不承认的。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他对我就说种种的关心，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也挺喜欢他的。我们结婚之后呢，就是因为他跟他前妻经常打电话，他们那种经常会讲那种说啊以前都怪你啊，怪我啊什么，就讲这些话。我感觉我听了这话，我挺难受呢。比如吃饭，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说我特别介意你跟你前妻往来？说过。既然他跟你说了，为什么还那么频繁的往来呢？在电话中间争吵啊，有些时候都是为了孩子。那如果是谈孩子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他们那种电话里就说当年都是怪你什么什么，怪我什么什么。你说我在跟前他们都这样讲，那我不在的时候肯定不是就更严重了吗？好，也就是说前妻是一个横亘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意思吗？对。那这事儿是老李的错呢，还是他前妻的错？冷静想想。我再直接的问，是他们俩的前情未断呢，还是确实就是孩子这点事儿？你说你的判断？我感觉他们前情未断。是前情未断，还是因为孩子？确实是为了孩子。好，也就是说，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不相信你的先生，你只相信你自己的感受，对吧？你感觉他跟他的前妻是前情未了，是这意思吗？对。好，就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闹了很多回，所以你们就离婚了，对吧？是的。下面是第2个大问题，离婚多久？去年4月25号离呢。后来小片里面就谈到了一个问题，说他还是对你很好，是还是不是？是。你指的他对你很好是指什么？就比如说他大晚上呢给我们送香肠啊、水果啊。我不是就那回生孩子就是身体不好嘛，什么他就出差前那个什么单身啊这些就会带。好，会开完以后呢，晚上见他还在闹，我就当着很多朋友的面我给他跪下了，我说你记住，小莲，我这一跪是一呢怎么说呢？给这个家庭在跪，给孩子在跪，给我们中间的那份爱在跪。于是呢，他就把我的衣服，现在都还在那件衣服，一直他有个纽扣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后面他说他跟我修补，我说没有那个必要，就留下来大家做个纪念。他把你衣服撕了是吧？对的。对。我很生气，我看到他前妻，他直接完全没有顾虑我的感受，我就只好把他拖出来。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我打你3钱就把我们中间结束了嘛，我带着你我自己过，我当时就这么想的，那我就把他拖出来，然后我手刚伸出去之后就被他挡住了，然后我们2个就在那里，就在一边就大打出手了。第3个大问题，刚才你说你是想复婚的，对吧？现在他这么嘘寒问暖呢，现在有一点。那他前妻？但是我纠结的事情就是说，他前妻怎么办？我先不想听你的纠结。对，我就是他前妻怎么办？他前妻不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抹平啊！你怎么还要想复婚呢？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那他对我的好，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他在婚姻期间对你不好吗？婚姻期间是好的，但是就中间有他前妻。对呀，
他前期也没有出现变故啊，为什么要复婚呢？那他最近不一直送这个呢？对啊，他跟你在婚姻当中，他对应该比送这个还好嘛？按你的说法，那为什么呢？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悔离婚吗？后悔。那好，1年多过去了，当他不在的时候，你自己带着女儿的时候，你有没有重新审视你们过去那6年的婚姻？没想过。那你这1年半怎么过呢？当时倒是挺痛苦的，但是过了之后，后来我也觉得说没什么了嘛，离了就离了，反正自己带着孩子一样，还不照样可以过呗。啊哈。那就是他最近老那个，就送这个呢。你说买衣服啦，买袜子啦。你的意思是他招惹你，对吗？对啊。你今天来这个节目是希望他停止对你的招惹，对吗？那也可以。他可以看女儿吗？可以看。看女儿就行，他最好别对你嘘寒问暖，要离就离个干净，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呢，还是希望他说出复婚呢？想好再回答我吧。哎，婚都离了，你在那儿纠结什么？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求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么多年经营一个家庭过来嘛，在离婚的那个过程中间，可能他跟我说了3、40回以后，真的去离了。某一次的话，他都跟我提出这个要离婚的这个要求的话，我就问他，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什么要离这个婚？有理由啊，现在给他。就他频繁的见前妻，然后又打电话那种，每次打电话。其实我认为人之常情，我跟我前妻联系的话，都是为了孩子。那为了孩子，你们怎么老？好，干嘛老扯过去呢？我还想问一下啊，儿子是跟着你的，离婚之后，对吧？对的。这次离婚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走抚养？是他要。你当时要嫁他的时候，知道他结过婚吗？知道。知道他有儿子吗？那你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他对我好呗，我觉得他很有安全感。所以现在大家都说实话，啊，你今天为什么来？你还想跟他复婚吗？想复婚。但是纠结的就是他前妻。你别纠结，你想不想跟他复婚？想。好。假设是他追着你的屁股后面说我们俩复婚吧，你给他提出一个条件，你说我才复婚，你的条件是什么？我的条件是还有跟他前妻那种保持一定的距离。怎么个保持？是不是以后不可以通电话？那通电话可以，你至少就说讲孩子的事情是可以呢。如果对方非要纠缠着讲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跟你在婚姻期间这6年花心吗？我觉得他对异性那种会什么，就是没有个尺度那种。比如说有一次吧，他把他们公司一个女孩半夜3、4点钟带回家，然后说是为了给他解决一晚住宿问题嘛。我就觉得说大晚上你带个女孩子回来，我觉得他这种有点这样不靠谱，我就很生气。是这样的，我呢。在一个离昆明差不多有600多公里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在去办一个招商会，刚好是下面部门里面的一个小妹妹，她也知道那个人，然后回到家里面去怎么说呢？应该是2点多钟吧，进去我敲门，我说你起来，你跟他在不睡，我就在沙发上睡一下，被他2个嘴巴扇过来，我什么东西都没动他一下。你还想复婚吗？说真的，从内心说我不想分，我过得太累了。我今天就想来这里。你不都解脱了吗？对的，我过得很累，这么多年，从内心说，你说对女儿，我承认是非常好。我确实有点不想这个复合。不复合你来干嘛？我呢想帮助到他下一段婚姻里面。今天你是来快意恩仇的是吧？不是。好吧，线索基本清晰了，嫁给了一个男人。比你年岁大，觉得他可以好好的疼你和宠你。没想到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在你的心里，你们这个婚姻当中老有一个地方，你就是各种闹。但是在离婚之后，你后悔了，对吧？你觉得这男人好像还是不错的，想复婚，对方可能态度是犹疑的，对不对？对。所以你请他来我们这个节目了。男生说了一句话，说我这些年来活得很累。好吧，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为了孩子的成长，要和第一任妻子沟通。那我为了做生意，这个小姑娘几百公里不容易，我领回家来是，哎，媳妇儿让你陪她睡，我没别的意思。听起来是重情重义的一个男人，但是你就没有反观过自己的一生吗？你不是这一段婚姻累，难道你第一段婚姻不累吗？你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男人。所以你在第二次成家了，你说我很爱我老婆，但是你前妻为什么会对你一直有不断的让自己现任妻子不愉快的电话沟通呢？你觉得没什么呀？我和我前妻打电话只是为了孩子，我们还会因为以前的事情吵架，这正常吗？有什么好纠缠过去的呀？你也许会心里说，那没有办法，我这前妻她老跟我要谈这些，她老要找我问孩子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有情有义、仗义的男人，我不能拒绝人家是一份好意。不对，这就是你拎不清关系。你完全可以做到，既让孩子舒服，让孩子和妈妈有更多的互动，你们也同作为一个孩子的父母有正常的互动，而不让现任妻子苦恼。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因为你自己分不清边界。而你又回到这段婚姻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堪重负，我处理不了和这个比我年轻这么多的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她屡次三番要求离婚，好，我离。但是你看你接下来做的什么？我们家住在1楼，把那个吃的东西从窗子里扔进去，然后给他发个短信说，我给你放东西了，多暧昧啊！这也是一件边界极不清的行为。离了婚的夫妻，你对孩子好可以，对孩子的妈妈抚育孩子有感恩之心可以，但你表达的一点都不明确，你让他认为这是爱情，这是你对他余情未了，这是你希望重修旧好，而实际你心里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先生，你要摸摸你的心口，想想你要的家庭。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这也是我40岁了，我想要的平稳的生活，那么把你对前妻也好，和外边的女同事合作也好的关系拎清楚，该往前的往前，该关闭的关闭。如果是一个有生活智慧、心智发育好、够成熟、边界感清晰的男人，不会下跪的。会把我老婆隆重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现在的老婆，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年会。你知道她来的时候心怀一份痛楚，哪怕是小女人的这种任性，你应该保全她这份面子，而不是下跪让所有人觉得这个女人太不懂事儿、太任性了。你看看，逼得一个大老爷们儿当众下跪，你以为你下跪得到了什么好处吗？如果你想你的人生以后能够清晰出来，不再那么累，请你做一个真正负责任、有情义的男人。而女士，我想说的是，其实你特别的笨，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牛角尖里。如果我是你，我发现在他的年会里边，他的前妻居然出现了，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我坐在他旁边，我让别人看到我有多优秀，我做给他前妻看，你不要再参与我老公的所有事情，你们离婚了避嫌，你让那个女人知难而退。你所做的是什么？你让人家看笑话。所以你让自己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因为这件事情钻牛角尖、歇斯底里。正是因为你的这种不堪，他连避嫌、连尊重你的心思都没有，是因为你没有给自己这样一个地位，这是你的问题所在。好的，谢谢。所以你要自信，你要相信这个男人，无论他的感情多么有理，无论他边界感多不清，至少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至少在现在，他的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于你。如果你想抓住，就让自己的砝码更重，而不是让自己去露怯，让自己更轻，最后被淘汰出局。你们自己去思考吧，谢谢。谢谢。所有的人来问我们能不能复合，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我只会先问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当初分手的时候那个坎儿，现在能过了吗？如果当初卡关的时候那个条件还卡关，那现在复合不只是预言了下一次的分手吗？那要复合干嘛？你让第一个前妻随时跟你打电话，
现在再让第2个前妻没事接受你的一些礼物呀、衣服呀，我可以预告，如果你不改变，你下一个老婆很快也会变成你的下一个前妻。你为什么就这么放不下以前的女人呢？你不照顾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活不下去了。你不来教教他爱情的道理，他下一段婚姻就会不幸福。我真谢谢你了，大哥啊！你闪远一点，你的2个前妻都可能比较快会幸福。你儿子又不是2岁，有多少事儿还得为了孩子联络呀？为孩子而联络绝对不是借口。你就是觉得，哎，也没关系嘛，反正是亲人啊，曾经是我的女人，就一辈子是我的女人。你以为你哪位？拜托你跟人家离婚了以后，就让人家去找完整的幸福好吗？如果她今天有一个新的丈夫，一个完整的家庭，你门都不要想打电话给她，别烦她了，行吗？离远一点。看女儿呢，就约出去可以了，在餐厅看一看，或你接女儿去玩，完了送回来。请把界限练习划清楚。我再说一次，你给了你的老婆一个没有墙、没有门的家，所以她觉得很恐怖，她觉得她住在马路上，所以她不想跟你过日子。她不是不爱你了，她不爱这种天地为栅、何处都不拦的日子，太恐怖了。你让她很没有安全感。至于女孩，首先我觉得你离婚这件事情就太过冲动。所以你后悔了吗？喜欢讲狠话，自己也收不回来。对，拜托你让自己可以像一个可以霸得住女主人位置的女人好吗？婚姻的安全感永远只在于我就是竞争力最强大的那一位。如果你真的不爱他了，赶快闪人去找下一个吧。如果你还爱，那也得看他到底还爱不爱你，或者是有没有爱你爱到愿意为你画上界限，只围住你们自己安全的家。如果他就改不了这件事情，那么再痛苦你也闪远一点吧。好，谢谢。一个善良的人，如果缺乏勇敢，他这种善良就会变成软弱可欺，没有底线，他就是。而一个勇敢的人缺乏智慧，就会变成匹夫之勇，就是你这样的人。一个匹夫之勇和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一起，就最容易被那些精明的人乘虚而入，就是他的前妻。你叫他叫什么？老李。他前妻也叫他叫老李。对。2个女人都叫老李，请问这2个老李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你很舒服，你觉得是正常的，说明前妻和他是在一个角色上。如果你只爱他，那么另外一个女人叫同样的名称，你一定不舒服。因为老李是代表成是老公的，如果另外一个女人叫，你会有这种不舒服吗？我问你，你跟他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借钱给你的前妻？有。他这种情况只是发展到了极致，在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我对前妻都可以有情有义，我对你能差到哪儿去？我对同事都有情有义，我对我的妻子还能差吗？他们的逻辑是这样，但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当你明明知道你现在的爱人和妻子介意你跟其他异性之间发生关系，比如借钱，你还要瞒着他去做，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天平，你的妻子是排在了前妻的后面，或者说你现任的妻子是排在了你面子的后面的。你以为你这样对前妻是有情有义吗？我不认为是有情有义，多半是为了面子和装好人而已。为什么呢？他明明知道你不高兴还要去帮助前妻，说明他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人。一个没有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人，不可能真正的去帮助到一个人，他的动机一定有问题。你想嘛，连枕边人都不能对待好的人，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对别人好呢？要么为了面子，要么还爱着前妻，要么装好人。所以你就会看见这种所谓的烂好人。我经常说嘛，爱好全世界很容易，爱好一个人其实很难。有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一种男人，就是对老婆好，对外面的女人甚至有点恶。我甚至喜欢这样的男人。但是像这样的人其实是生活当中温柔的害人精，因为他看上去很善良、很厚道、很老实，
但是因为他的没有边界感，因为他那种所谓的逻辑，使得你在恨他的时候恨又恨不起来，揪他领子的时候他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扑通给你一跪，你又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太恶了？就这种人是最害人的。你的那种所谓的善良，如果不能够有底线，如果不能有原则，其实到头来没有一个人会记你的好。实际上你对你前妻好不好，该做的也做了吧？你对她好不好，你该做的也做了吧？你对同事好不好，该做的也做了吧？有一个人念你的好吗？没有一个人念你的好，就是因为你的善良没有边界。你呢，勇敢地嫁给了他，当然吵起架来也很勇敢，但是勇敢缺乏了智慧和谋略作为支撑的时候，不叫勇敢，你那叫冲动。冲动容易让人一错再错，你不适合跟他在一起。他短期之内是改不了这种所谓没有底线的问题，长此以往已经形成了习惯。你们俩都应该找适合你们的人，你们俩之间真不适合。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该给抚养费就给抚养费，该打卡里打卡里，该见孩子见孩子。见孩子的时候，如果一年需要那么1、2次，两个人共同带着孩子去玩，次数可以少一点，不需要那么多。你见孩子可以单独见，关节的。但是你又如何解释？他干嘛要站在这个舞台上跟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离婚呢？没有必要嘛。那就是说他对这个婚姻嘴里没说，心里还是留恋的，还想回家嘛。我一直逼问他，我说到底你想不想复婚？一会儿想一会儿不想，但是实际可以看得出来是想复婚的。就你们两个人还在较着劲，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为什么较劲。下面其实就你们俩了，就未来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老李，你未来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又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太关键了，道理都分析在这儿，都摆在这儿了。你们要什么样的生活？你们坦诚一些，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不是要力促你们在一起，而是说不要让赌气离婚的行为再一次出现在所谓复婚的这个环节中。冷静一些啊！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首先感谢你一路走过来对我的一些呵护，对孩子现在的一些教育，同时也感谢你今天能带我来这里，让我真的明白了我人生曾经不明白的东西。谢谢。在最近的时间里，你那样做，我当时回想起刚开始那会儿，我就觉得也挺好的，但我纠结的也就是为你前期那个事，我又不能容忍。但是还是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真的是，就是你让我不要乱想，真的让我不要乱想，都我做不到。好，谢谢两位啊，请回吧，请回。来，请关门，看这对曾经夫妻的选择，请开门。你出来干嘛？自己也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想给孩子个机会。还端着，来站在中间来。什么时候你老公把篱笆扎紧了，什么让他回家啊？好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小朋友。好好想想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啊！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各位请见证。其实，首先感谢你能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
同时呢，也感谢在座的3位点评老师。的确，今天我能明白很多东西。我还是会像那个老师讲的，就是你跟你前妻如果真的是断了，就是那些什么那些杂七杂八的事都没了，那我们2个继续开始，那个是没问题的。如果还在前面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就是那种小肚鸡肠、小心眼的人。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好了，请亮灯吧啊！也许是不经意相约在人海，就祝你们开心吧，谢谢你们。在梦里全是你。